朋友们，这期内容很重要，因为它将告诉你如何才能快速从大脑的空转空耗中摆脱出来，帮助你从每天胡思乱想所带来的精神内耗中得到解脱。好，今天呢依旧是一个实修的练习内容。这个练习的主旨呢，就是一个字，止。我们的大脑需要去关注某个对象，才能迅速地摆脱习惯性的思绪游荡，并且它在游荡的时候呢，是完全错过了我们对当下直接的这种经历和体验。所以这个止于单一静止内容的练习呢，就是要让我们去主动的体验和感受在当下的直接经历。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主动把注意力调动和集中起来，并且长久地安放在某一个单一静止的简单内容之上。因为单一，因为静止，所以简单。虽然这个练习十分的简单，但是却十分的重要。这是平时修习止定静的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如果你平常是一个精神内耗很严重的人，大脑时刻都在空转，不停地胡思乱想，一刻也停不下来，那这个练习一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先记住这个练习的一个核心要点，那就是我们要去体会，随时随地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再次从我们内在深处调动出来，然后再把它们轻轻地安放在当下某一处的那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去体会那种不抗拒、不用头脑去控制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在练习中感受到那种自然定静的状态，能体验到那种瞬间放下头脑的解放感，这就是一种主动的临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这个练习。首先呢，请找到一个安静而不被打扰的地方，你也可以安静地坐在你的书桌前，或者坐在沙发上。我们的后背呢要挺直。还有一个最关键的要点，那就是接下来在我的引导当中，你要进入一个闻的状态，就是当你用耳朵接收到我的声音之后呢，不要把信息送入到你的大脑中去分析和判断，请完全放下你的头脑，只是跟随着我的引导去用你的内在接收我的话，随着我的话去做，去体悟，这就是闻的状态。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进入到这个练习。首先，慢慢地把你右手的食指放到你的面前，大概呢和你的脸保持一个手肘的距离。你也可以把手肘直接放在书桌上。注意，你的手和你的手指都不需要用力，保持放松。现在让自己安静下来，把所有的视线集中在你食指的指心。你和你的手指都不需要用力，保持你手指的自然放松。好，做得很好。现在从你的内在深处调动起你的注意力，然后把你的注意力轻轻地放到你的食指上，跟随着你的注意力停留在你食指的指尖。现在你可以看见你手指上的纹路和颜色，但是只是看见就好，不要用你的头脑去分析和评判，就仿佛你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你的手指一样，让自己安静下来。现在你的世界就只有你的注意力，还有你食指的指尖。你做得很好，全然的专注在你食指的指尖，越来越安静，感受你的食指指尖越来越放松。去体验你注意力停留在指尖上的感觉，你食指的指尖越来越放松，完全的感受，完全的融入你食指指尖上的感觉，止于你食指的指心，止于当下。你做得很好，继续和我们的注意力一起，全然的安住在食指的指尖，感觉我们的指尖越来越放松。全然地和我们的注意力在一起，停留在我们的指尖上。你做得很好，现在跟随着我的声音一起倒数：5、
3、2、1，好，我们刚才的这个练习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练习很简单，也很方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任何地方去完成这个练习，并且呢，这个练习并不需要设定太长的时间，大概1到3分钟就行。你可以用你的手指，也可以用一支笔，甚至用你眼前的任何一个物品或者图案。是的，任何一个单一、简单、静止的内容，都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练习。当然，大家也不要因为它简单就小看它，因为这是我们在主动从头脑的拉扯，从思绪的飘荡中，选择意识临在于当下的某处。如果在这个练习当中，你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轻松地做到把注意力自然而然地投放在某一个地方，你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头脑的念头拽走，一刻也安住不下来，并且你的内在也很难平静下来，不断地升起负面情绪，那么就说明你的专注力和定力呢，都已经被破坏得十分严重了。毫无疑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一定是经常处在一种头脑空耗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经常会处在一种头脑无意识空转，能量时刻被消耗掉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这样呢，你就更加需要立刻开始这个练习了，去多多体会那种主动从头脑中跳出来，重新的把注意力调动起来，然后和注意力安住于某处的感觉。这就是在帮助你修复你已经失灵的这个刹车系统，相当于一次次的给你踩下了点刹。当你坚持练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很快就会看见自己的转化。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可能会在练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和自己刚才的练习对照一下，你可以看看自己究竟是在哪里做对了，在哪里做错了。首先，如果你在练习时，先入为主的有了一个我要怎样做，我必须怎样做，我告诉自己要怎样，以及我一定不能怎样等等诸如此类的念头，那么你的这个练习就已经偏离了，因为你成功的让你的头脑参与进来了。此时呢，你就已经不是在训练自己对注意力焦点掌管的能力了，而是在训练你头脑的控制力。当你一旦有了一个想要如何的念以后，比如我要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手指这个念，那么你的头脑就会开始借此来控制你的神经系统，然后呢，再试图控制你的身体。结果呢，这一切就演变成了头脑在控制，而不是对注意力的掌管和调动，这就让我们的实修彻底跑偏了。另外，如果你在练习的时候感到手指酸胀紧绷或者憋气、胸闷，以及其他身体的不适反应，那么也说明你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了，因为你正在使用的还是你头脑的控制力，你没有体会到那种自然而然。如果是我要自然而然，我告诉自己要自然而然，那么你就永远也无法体会到自然而然。你越是想把注意力放到你的指尖上的时候，你就越是放不上去，因为这个想要就已经破坏了你的专注力，头脑此时就已经随着这个想要参与进来了。还有，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被念头吃掉了，被头脑拽走了，记住，千万不要试图去对抗你的头脑，去和头脑拉扯，想着再从头脑那里把注意力给抢回来，这些都只会让你越陷越深，离当下越来越远。你需要做的呢，是对此全然的允许和接纳。你只需要意识到我的注意力又不在了，这样没关系，我只需要再次从内在把注意力提起来，然后轻轻放到指尖上就好了。一定要记住一点，你的注意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永远都可以被你随时随地的从你的内在调动起来，安住于某处。我们要训练的就是这种和注意力待在一起的如如不动的能力。
这种持续不断的训练呢，就会让我们逐渐的生出定力。不过呢，我并不会在这里过多的向你描述这种自然而然和定静的感受，因为它需要你自己去体会和感受。我一旦说得过多，那么你很可能就要试图在练习中去找那种感觉了。这就是头脑强大的惯性，这一定会成为你实修的阻碍。所以我只会告诉你不应该有什么感觉，同时呢，你也不要试图去想明白这个自然而然的感觉。你越想弄明白，头脑就越容易控制你。有些东西并不是想明白的，而是需要你在一次次的体验和实践的过程中，自己去体悟的。到最后，如果这个练习你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那么我推荐你同时来练习下面的这个相对来说更加简单的辅助训练。这个训练呢，会借到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很好的帮助你迅速的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最终是要做到不需要任何的辅助，就可以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从内在调动起来，并且长期安放在某一个地方。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辅助练习是在帮助你完成像这样一个状态的进化。我相信有些朋友呢还记得这个方法，那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倒读书法。你可以在你思绪翻滚、陷入情绪的时候，翻到一本书的任何一页，然后呢，从这一页的最后一个字开始，以一个均匀的速度倒着来往上读，找到那个合适的速度。合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速度让你无暇思考的同时，还能连续的把它清楚的读下来。这个练习可以帮助你从任何烦乱的环境以及头脑的思考中立刻停下来，然后全然的专注在读书上，因为它打乱了你平时所习惯的这种文字的逻辑，和头脑的习惯是相反的，所以你不会在读的过程中产生出任何自动化的逻辑思考。如果你想不停顿的流畅的把它读下来，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全神贯注，你就必须集中起你全部的注意力。大家可以在练习中去体会一下。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